金牛座有些事很与众不同，那是一种古老的、神圣的，而且几乎不容否认的气质。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一种可能，金牛座他们不仅仅是诞生于某片星空之下，而是被造物主亲手拣选的？我叫苏晴，是个专栏作家，工作就是旅行、观察，然后写下人的故事。在看过无数人的生命轨迹后，我越来越相信，有些星座真的带着特殊的印记来到这个世界，而金牛座就是其中最让我着迷，也最让我敬畏的一个。在这支影片里，我将为你揭示21个深刻的理由，他们将共同证明金牛座为何是名副其实的天选之人。而我要特别提醒你，这其中的每一个理由都将揭开神圣计划的一角，但请你务必要留到第2个理由，因为它所承载的灵性重量将会超越你的逻辑，让你直接用心去感受和领会。在我们正式揭开这份神圣蓝图之前，如果你愿意，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星座和生日。我真的很喜欢看大家的分享，那就像在夜里看到一颗又一颗星星亮起自己的光。好，那么究竟是什么让金牛座如此与众不同？我想一切都必须从他们那个几乎不可动摇的核心说起。这个核心就是他们的神圣基石：忠诚与坚毅。首先，他们是你这一生所能遇到的最忠诚的人，没有之一。当金牛座认定你，无论是朋友、家人还是伴侣，你就被纳入了他们的核心圈子。这意味着他们会用尽一切力量去捍卫你、保护你。对他们来说，背叛是一种极其深刻的灵魂创伤，那不是简单的失望或愤怒，而是一种内在秩序的彻底崩塌，一道几乎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这份忠诚的背后，是他们不可阻挡的坚毅。你一定听过人们说金牛座固执，但我想邀请你换一个词，叫决心。当一个金牛座锁定了一个目标，无论是事业上的一座高峰，还是一段他们认定的关系，他们的专注力和决心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他们不相信放弃这2个字，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只有还需要多少时间。这就是为什么金牛座常常是那个定海神针。想象一下，一座暴露在狂风暴雨中千百年的古老神庙，他看过王朝更迭，历经天灾人祸，周围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但他却依然在那里屹立不倒。他的秘密是什么？是那些深埋在地底不为人见，却承载了所有重量的巨大基石。金牛座就是那块基石。我曾经见过一个家庭，男主人中年失业，整个家乱成一团，妻子每天以泪洗面，孩子对未来充满恐惧，所有人都陷在抱怨和绝望的泥潭里。而那个金牛座的妻子在最初的震惊之后做了什么呢？她没有加入哭诉的行列，而是拿出了纸笔，开始盘点家里的存款、开销，列出所有可能的应急方案。她比任何时候都更早起，为家人准备热腾腾的早餐，然后平静地告诉丈夫：没关系，天塌不下来，我们先把今天过好。在所有人都失序的时候，他用自身的秩序去对抗外界的混乱。那种稳定不是麻木，不是不懂得痛，而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是一种就算天要塌了，也要先把饭吃好的终极务实和责任感。他们是黄道12公里的固定星座，这意味着他们的承诺就像磐石一样稳固，也因此他们极度厌恶那些随口说无法兑现的虚假承诺。在他们看来，语言是用来建造世界的，而不是用来装饰空虚的。
你以为这就是金牛座的全度了吗？一个坚硬的、可靠的、永不退缩的岩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这坚不可摧的力量之下，隐藏着一颗令人意想不到的温柔且脆弱的心，而这才是他们神圣天性中最复杂也最迷人的篇章。现在，让我们来到那个我一开始就提醒你的第二个理由，那个超越逻辑，需要你用心去感受的秘密。它听起来可能有些刺耳，那就是金牛座天生的占有欲和主导权。我知道，当我们听到占有欲这个词，背后升起的是被控制的恐惧，是失去自由的窒息感。在很多关系里，它确实会带来摩擦，带来压力，带来误解。但如果我告诉你，金牛座的占有欲从来都不是指向你这个人，而是指向你们共同建立的那个叫做关系的脆弱的生命体呢？他们不是想要控制你，他们是想要守护你们之间的连结。这就是它神圣的地方。请你想象一下，一个古老神庙的守护者，他的职责不是控制庙里的每一尊神像，而是确保整座神庙的圣域不被外界侵犯。他会筑起高墙，清理杂草，驱赶闲人，不是因为自私，而是因为他知道这个空间的神圣与纯粹需要被不计代价的保护。金牛座在爱情里就是那个圣域的守护者，你们的关系就是那座神庙。他们的占有欲是在你们的爱周围划下一个看不见的结界，这个结界是用来抵御外界的谎言、诱惑以及一切可能玷污这份感情的杂质。他们的主导权是为了确保这座神庙的根基稳固，确保你们的爱有着健康、稳定、可持久的土壤。所以，当他们追问你的行踪，不是不信任，而是想确认你是否安全。当他们希望在你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不是想剥夺你的独立，而是想将你更深地纳入那个被他守护的圣域之中。这是一种深刻的、源自灵魂的守护本能，是一种超越了个人情感的神圣的职责。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去捍卫一段关系的永恒性，而这份神圣的使命还体现在另外2个方面。第一是深刻的激情，金牛座的爱从来不是轻飘飘的情书，而是一场席卷你所有感官的盛宴。他们是天生的享乐家，懂得如何用美食、音乐、香气和最温柔的触碰来构筑爱的殿堂。他们的激情不是转瞬即逝的烟火，而是温暖、持久，能渗透到你骨子里的炉火。他们用这种方式唤醒你内心深处对活着的全部感知，让你知道爱是如此真实而丰盛的体验。第二是极致的耐心。金牛座从不轻易投入一段感情，他们需要观察，需要确定，需要时间。但这不是算计，这是对神圣时机的尊重。他们相信，真正的连结像一棵大树，需要时间去生根发芽，才能长成参天模样。所以他们愿意等。一旦他们认定了，他们的爱就会随着时间稳定的增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耐心本身就是一种神圣的承诺，代表着他们已经准备好用余生的时间去浇灌这棵属于你们的生命之树。我们刚刚看到了那个如同磐石、如同圣殿守卫的金牛座，对吧？它能抵御风暴，能守护圣域，仿佛无所不能。但现在，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去看一个秘密，去看一看深夜11点那个独自坐在沙发上的金牛座。客厅里只留了一盏昏黄的台灯，世界都安静了。
白天那个果决的能为你扛起一片天的金牛，此刻却可能正因为你下午一句无心的话，或是一个他记在心里你却忘了的微小承诺而辗转反侧。他不会大发雷霆，也不会歇斯底里地质疑你，他只是坐在那里，在内心一遍又一遍地咀嚼那份细微的失望和动摇。那种感觉就像他精心建造的完美花园里突然出现了一丝不和谐的杂音，那种不安像温水，慢慢的却持续的淹没他的内心。这就是他们强大外表下那份深刻的不为人知的情感脆弱性。他们可能会被负面的想法和自我怀疑的声音所困扰，只是他们太习惯于自己消化，不愿意让这些负能量去打扰他们想要保护他们的人。这种脆弱的根源来自于他们对常规和秩序的极度依赖，他们的世界需要建立在稳定和可预测的基础之上，所以任何微小的日常变动，比如你常去的咖啡馆突然关门，或是说好的旅行计划被打乱，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是小事，对他们而言却可能是一次小型的内地震，那会让他们感到不安，感到世界偏离了轨道。但请你一定不要把这看作是弱点，这种神圣的敏感恰恰是他们无与伦比的同理心和温柔的源泉。正因为他们对环境的细微变化如此敏感，他们才能捕捉到你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需求和情绪。你的一个皱眉，一声叹息，他们都能接收到。他们用这种天赋默默地关心着你。也正因为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需要如此小心翼翼地被维护，他们才比任何人都更能体会别人的心是多么需要被温柔安放。而这份脆弱是被他们强大的直觉所守护着的。金牛座拥有一个内建的谎言探测器，他们能本能地察觉到虚伪和欺骗，不是透过逻辑分析，而是一种身体的直觉的排斥反应。这让他们能够远离那些会伤害他们内心的人，保护好自己那片柔软的净土。所以，当一个金牛座亲吻你，那绝不仅仅是欲望或亲密，那是一个温柔而深情的无声的誓言。在那一刻，他们是在用最直接的方式向你传达他们忠诚的承诺，确认你就是他们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宝藏。所以你看，从坚不可摧的力量到不为人知的脆弱，从神圣的守护欲到无尽的耐心与温柔，金牛座的每一个特质，无论在世人眼中看似是优点还是缺点，其实都是造物主神圣计划的一部分。这一切共同铸就了他们作为稳定、忠诚和深刻之爱的化身。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对自己的工作付出超乎常人的心力，因为他们把工作看作是建立秩序、创造价值的途径。这也是为什么当他们成为父母，会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奉献精神，因为他们在用自己的行动履行着那个与生俱来的守护者和建设者的神圣使命。他们就是被派到这个混乱速食的世界里，来提醒我们什么是永恒，什么是值得信赖，以及什么才是真正深刻的爱。他们就是天选之人。如果你在这支影片中辨认出了自己或你所爱之人的影子，请别吝啬你的赞，让我知道这份共鸣触动了你。最重要的是，点击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因为在这个资讯的洪流里，像这样需要静下心来感受的内容，很容易就会被淹没。点击订阅是我们之间最美的约定，确保我们不会在茫茫星海中再次走散。